在大家的印象中，对朱元璋的印象是什么？是朴实、勇猛，还是狡猾、残忍？我想很多人只记得在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吧，铲除贪腐、严刑峻法、建立锦衣卫等等。但这些大多都是剧中的形象，进行了一定艺术加工。那今天我们就去除这些表象，我们来看看朱元璋是怎么从一个乞丐成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又名朱重八，这从小家境就不咋地。你想啊，世代为农又赶上乱世，再者家里的兄弟姐妹又多，小的时候就饥一顿饱一顿。但好在虽然生活很贫困，但父母都还健在，一家人还算是整整齐齐。但就在他17岁那年，到了天灾，饥荒让他的父母长兄在短时间内都相继离世了。为了能够活下去，朱元璋和他二哥商量之后，决定去附近的寺院当和尚。可能有人要问了，这闹饥荒，难道寺院就有吃的？你这还别说，在古代这和尚可要比普通老百姓生活强上许多，因为很多寺院他们都是有自己的土地，并不是只靠化缘为生。所以为了活命，朱元璋就当了和尚。但这和尚也不是好当的，大灾之年既然不能开源，那就只能节流了。于是朱元璋在当了50多天和尚之后，就被寺院主持给解散了。没有办法，朱元璋只能外出游历。当然了，这好听一点说法，说白了就去要饭，并且他还不能在这附近要。为什么呢？别忘了他有和尚这么一个身份，他去要饭可以说成是化缘，虽说一个意思吧，但不同的是，普通人要饭那是流民，而官府对待流民可没有那么温和，有着各种限制。但化缘就不一样了，虽说同样是要饭，但有身份在那摆着呢。而在寺庙的附近都被师兄给占了，于是朱元璋不得不扩大市场，走出去。这一走，朱元璋就走了3年，这也让他深深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世态炎凉，什么是人间冷暖。可以说在社会最底层，朱元璋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这也对他的性格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也是剧中和历史中最大的一个不同。剧中的朱元璋在青年时期那是非常的耿直淳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一幕？那就是当朱元璋得知自己小时的玩伴汤和徐达在起义军中地位比自己高时，还要执意让两人认自己为大哥。但这在现实中可能吗？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先说说现在，在游历了3年过后，朱元璋又回到寺中，又在这里度过了4年。但现在的他和3年前的他又有所不同。原来他只想着能吃饱饭，但现在却知道用功学习了，也懂得察言观色，变得圆滑。而这4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应该算得上比较重要的4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开始了各种充电。那么朱元璋既然能够吃饱饭了，为什么又要冒着杀头的风险去参加起义军呢？难道是开始膨胀了？其实呢，还是想要活下去。据说有一次他所在的寺院被一支军队给烧毁了，朱元璋自觉没了活路，才选择了去投靠起义军。当然了，这其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故事，说是当时朱元璋苦于没有人生导师给他指明方向，这整个人就迷茫了，有些踌躇不定，于是准备用占卜的方式来问问神明。他用的这个占卜的工具叫做胶，这个胶一共有2块，每一块有阴阳2面，2块胶组合搭配起来，那就有2个阳2个阴和一阴一阳3种不同的组合，这也对应着3个占卜时候答案。而朱元璋最初求的是，说是假如神明让他外出游历，那就呈现出2个阳；假如说让他留守寺院，那就一阴一阳。结果一抛，竟然抛出了2个阴面，但在他心中可却没有这个选项。没有办法，朱元璋又占卜了一次，希望神灵给他一次明路，别玩他了，他一定按照指示来。结果又是2个阴面，这一下朱元璋可傻了眼，你说你这不让我留在寺中，也不让我出游，你到底想干什么？于是又占卜了一次，结果他也应该想到了。这时候朱元璋就在想，难道神明想让我起义吗？想到这个可能，朱元璋又来了一次，他说，如果你想让我参加起义，那就让我抛2个阴面。果然这一抛，果然是2个阴面，但朱元璋不愿意了。要知道造反被抓住，那是要砍头的。于是朱元璋又来了一次，结果这一次那是更加离谱，一个是阴，另一个干脆立在了地上。朱元璋这一看，干脆放弃挣扎，第2天卷上铺盖，直接去投靠了郭子兴。这一段大家是不是感觉有些戏剧性？不过这可不是我编的，是朱元璋自己写的。至于朱元璋有没有瞎胡说，这个咱们就不知道了。这一选择可以说是他命中一个转折点。在加入起义军后，因为朱元璋懂得做人，因此受到了重用。而为了把朱元璋紧紧与他们国家绑在一起，所以郭子兴就招他为了养女之婿。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马皇后。而在后来的战争中，因为派系斗争，郭子兴因站错队伍被软禁了起来。朱元璋费心费力，终于找到了挽救的办法，救了郭子兴一命。这也让朱元璋进一步得到重用，得到了单领义军的机会。于是他在家乡招募了700余人的部队，这其中更是包括了24名他往日的朋友和伙伴，组成了他的心腹团队。这其中就包括了徐达、汤和等等吧，许多将来的功臣。到了这里，可以说朱元璋已经组建起了自己的核心班底。而在接下来朱
数年的战斗中，这个团体还在不断壮大，直到1355年初，郭子兴死于河阳。在郭子兴死后，郭子兴的儿子认为他们是父亲的后嗣和继承人，于是接管了对红巾军的统治，并任命了一个心腹为高职位。朱元璋被任命成了他们的副手，这就让很多人不服了，很多人都跑来拥护他为首领。此时的朱元璋可以说是名声在外，他自己的名字就是一块招牌，这些人跑来归顺，目的就是为了朱元璋而来，而不是红巾军这面旗帜。到了这里，可以说朱元璋大事已成。之后在经过了多年战争后，顺理成章的建立了明朝。而后来人们总结了他几个成功的因素：第一，够幸运；第二，做对事；第三，时间短；第四，善于求贤人辅助；第五，得民心。至于具体代表什么意思，这我把它放在简介中，大家可以看看。好了，我叹为观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喜欢的大家可以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一期再见。